小可爱，我是黑红。到过年了，我们总是得画点什么，对吧？那因为呢，最近刚好我在厦门，所以呢，我听到说这边有一些比较有年味的东西，所以我就来这边做了一些功课跟取景了。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来这边看看有哪一些景我们可以拍下来，然后呢，也许回去可以做一些调光，然后来尝试做一些创作。就你知道吗？这个灯笼啊，一定要暖光才好看。如果它不是暖光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哦，找到诀窍了！哦耶！耶！找到诀窍了，好可爱哦！哇，闪亮亮，闪亮亮！这是一只龙，不过它不是我的取材目标。我觉得它这一些灯笼啊，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灯笼的灯光还有颜色，其实是有些穿插的，它不是单一的灯笼。那如果是单一的灯笼的话呢，就会像这样子，看起来很像苹果树。从不同视角下的一个灯笼的样貌，其实是蛮漂亮的。OK， 在我们看完了整条街的灯笼之后呢，我们也拍了一些照片。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然后来开始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画出龙年的年味。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连结免费领取咯。OK， 在我拍完了这些素材之后呢，我最后选了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脑袋中有一些想法了，所以呢，我就先把这张照片先用的比较白一点，方便我直接在这张照片上面去做一个构图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做所有的绘画之前呢，一定要先把这个构图画出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要怎么样去把它整张图画出来，才会是比较方便的。当然，这个方法就是对于我们如果说一开始并不是很习惯直接用照片来做一个创作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当然就会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构图。也是有很厉害的绘师，他们可能就直接在照片上面做绘画了。但是如果说你不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话呢，建议还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先把构图画出来是比较好的。接着我们第二步呢，就是要将照片做一些调整跟修正了。在这里的话，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个照片过于写实，所以我利用了 Clipper Studio Pen 里面的一个效果，将它把这个照片变得比较插画风的感觉。那这个插画风的感觉呢，一般来说它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数值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哦。那这边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调整。我自己个人呢是比较希望这张图可以更插画的感觉，所以我都把线条拿掉了，让它可以更有一种像是色块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虽然说最后我看起来还是觉得它其实整张图还是很真实，但是后面我们如果在绘画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再去根据一些细节做一些慢慢的调整。那在这边呢，我暂时可以看到一些部分我可以做调整的部分，就是把它变成插画风之后呢，我就让这个天空的颜色，甚至是一些树叶的部分，可以让它更加的扁平化，就是说不要看起来那么的有层次哦，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才会让我后面在绘画的时候呢，可以不会让它看起来过于真实。那真实跟我们画的东西如果看起来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这么的合，所以说我尽可能的让它有这种插画风的感觉，让它扁平化一点，看起来就会是比较能够跟我之后画的图可能比较融合一些哦。所以在这边你就会发现，我针对一些树叶啊、天空啊，或一些电灯，甚至以及地板的部分呢，都做一些绘画的一个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在我之后要画东西上去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像是有绘画的感觉哦。OK， 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背景照片都处理的差不多之后呢，我在前面画的这一个构图草稿呢，我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细化的部分了。那这一次在做绘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背景其实已经很复杂了嘛，如果说我们前面的这些前景所画的一些东西，如果说太过于细腻跟复杂的话，那整张图看起来就会很奇怪。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考虑使用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先用这个线稿，先把所有的这个草稿的部分的一些轮廓跟细节先全部画上去，因为将这些细节画好了之后，我们后面看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上色的部分就会比较方便。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没有把这些线稿画出来的话呢，对于没有很常画图，或者是说对于一些画图并不是说非常高超技术的人来说呢，其实要你直接在这一张照片上面画图，其实是真的非常困难的。所以建议，如果说你希望自己可以确保之后画图可以比较顺利的话呢，你前面这些线稿还是要先把它画出来，这样子后面你不管你要留这些线稿还是不留这些线稿都没有关系，但至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样式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会比较能够把它画得出来。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就将所有线稿的细节全部都把它画出来哦。那在这些细节都画得差不多之后呢，当然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来上色了。但在这边的话呢，我最一开始是先将所有的线稿的用一个颜色或者是少数颜色先把它上色，因为接下来我直接上色其他颜色的时候呢，就不用在那边修一些细节或者是突出线稿的一些部位，擦擦画画擦擦画画这样子就很麻烦。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先简单用一个色去将所有的线稿内部的颜色做一个概括，之后我们要上色就会方便很多。那在我简单上了底色之后呢，我就直接上了一层阴影，看一下效果如何。我根据我自己画的这个阴影呢，觉得效果好像似乎还可以尝试看看，所以我就决定呢，直接在这样子的一个色块上面呢，去画上阴影的部分，来看看一下效果。所以首先我先画这个女孩子的阴影哦。那在我上了这个女孩子的阴影之后呢，我发现那个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呢，在这里我就开始确定了，我接下来要将后面的人群以及这一只龙年的龙呢，要怎么样去做一个上色，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底色之后呢，再用一个阴影层去画出基本的阴影之后，其实效果就会很不错了。所以简单来讲，其实这一次的画风是属于一种比较赛璐璐的 style。那这样子其实让这样子赛璐璐的 style 放在这样子一个比较复杂背景的一个照片的当中呢，其实整个效果看起来会相对的比较不错一点，才不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过于的细腻，这样子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搭配。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尝试看看从这个方向开始着手，所以我就画了背景人群的衣服颜色以及他们的阴影之后，觉得整体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之后呢，我就开始将这个龙的阴影也画上去，让它整体的这个样貌可以呈现的更加的明确一些。那最后呢，其实整体的这个颜色跟阴影上去之后呢，我觉得整体的效果已经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呢，还是觉得它缺少了什么，对吧？于是我就开始在这张图上面增加一些光点的装饰。那这些光点的装饰呢，其实是让整张画有一种被光照耀的朦胧感哦。其实这个效果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朦胧感如果加太多的话，会觉得有点太过于模糊，所以我又增加了一些闪亮亮的光点，甚至还有一点那种灰尘的点点感在上面哦。但是这次我使用的灰尘点点感是使用红色，那最后加上了新年的这个文字，以及一点像是鞭炮之后的碎雪，感觉就会非常非常的热闹跟喜气了。那最后呢，透过照片转成绘画的一个作品就完成了。那希望今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过程呢，能够帮助你了解说，有的时候如果你出去玩，或者是看到一些风景，把它拍下来之后呢，也许也可以帮助你，让你可以画出用照片作为背景，前景呢让你去创作一些东西，而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作品哦。好了，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真的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咯。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